印度外长苏杰生跑到欧洲啊，当场是扇了欧盟的耳光啊！你们不要这个无理取闹，没事找事儿。按照你们欧盟的规定啊，我们印度倒卖俄罗斯石油完全是合法的。况且你欧洲很多国家也在倒卖俄罗斯石油呢，要制裁你先制裁你们自己。欧盟拿印度啊是也没有办法。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印度外长苏杰生他访问欧洲之前呢，这欧盟就想给印度来这么一个下马威。这个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博雷利就指责印度说，你采购俄罗斯这个价格非常优惠的石油，然后进行加工之后呢，倒手你再卖给欧盟，欧盟必将对印度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。这一向很有骨气的苏杰生啊，是马上啊这就火了。这个事情他就要打脸这个博雷利了，顺便呢还踩了欧洲一脚。他说了几点，这第一呢，说这个你看欧盟啊，你规定只要来自俄罗斯的石油，在这个出售的石油里边，来自俄罗斯石油的比例不超过1%，或者说俄罗斯这些石油经过第三国提炼或者加工之后，那就不算俄罗斯的油了呀。印度按照这个办法进行处理之后，我再卖给你们欧盟，完全合法，你们别没事找事儿。第二呢，这倒卖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呢多了去了，你去查查俄罗斯石化能源的网站，那都清清楚楚写着的吧？你看看有哪些国家还在做同样的事情啊？这一脚呢，那算是踩到欧洲的痛处了。因为这个事实上啊，欧洲啊有不少国家就干同样的事情，苏杰生那是留面子，没有点名明说啊。这些国家有的呀，甚至他连勾兑都不勾兑，加工就不加工，直接就给倒卖了。美国和欧洲制裁俄罗斯能源以来啊，咱不说别的，你看看那个波罗的海上，那一下就多出了好多在海上勾兑这个俄罗斯石油的各种这个船啊，这其实呢就是在倒卖这个俄罗斯的这些石油呢，然后还符合欧洲的各种规定哈。博雷利呢，他当然知道自己理亏了嘛哈，所以这事儿呢也就被噎回去了。这印度啊，他也看透了欧洲离不开俄罗斯能源这件事儿。你别看这表面上制裁，实际上非常需要啊二道贩子提供这个石油啊。咱不说别的，你仗打到现在，你看看乌克兰那边，乌克兰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那还没停呢，还天天都在输送呢。那么对印度来说呢，这可是一个中间商赚差价的大好良机了啊！咱们看这个2022年，印度和俄罗斯的贸易额啊，从原来的100多亿美元一下子涨到了300亿美元，其中涨幅就是因为大量的进口了俄罗斯的石油，而这些石油除了印度自己用之外啊，大部分还就让印度给倒卖到欧洲去了。你说这个欧洲转了这么一大圈，还要用俄罗斯的原油，这想起来这件事儿都解释不通。欧洲这边是现在太虚伪了，你看一面高调声讨制裁这个俄罗斯，一面呢你还需要你离不开俄罗斯的能源，这是自己给自己开个后门，说你这个油啊咱们勾兑一下啊，只要这个俄罗斯这个原油的比例啊不超过1%，这就可以了。说起来都可笑嘛，这就是让自己倒卖变成合法合规，但是别人这么干就不行啊。当你弄的这个意识形态第一，政治正确第一啊，这个优越感和道德感满满的时候啊，你一遇到这种实际上的需求，那骨子里的虚伪就会暴露出来。这正是所谓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个正义和规则的本质。你别说，在这方面啊，这个印度看的还真是很准。因为这个被殖民过的印度啊，对欧洲这一套做法，那心里真是太清楚了哈。他最能抓住这个欧美虚伪的本质，他一出手就能打到欧美的痛处。其实呢，对欧美啊，他不能光客气，要搞什么以礼相待。对他们啊，是的这种没事找事，你就不能客气。当然了，苏杰生去访问欧洲，那肯定不是需要吵架的嘛，是吧？哈，该谈什么还是要坐下来谈啊。所以说这场口水仗最后也肯定是不了了之了。但是如果欧洲的虚伪病它治不好的话，如果真要是这个想继续推动欧洲的繁荣的话，你还得好好思考一下如何和俄罗斯相处，如何和俄罗斯对抗。博弈和相处啊，走极端化的路子，那欧洲只能是自毁根基。